Hello，大家好啊！今天继续完成上个视频还没有写完的，这个 3-day trade 啊交易策略。上节内容我们是把具体的这个开仓操作写了一下。我们今天要完成的是平仓，还有因为它这个策略它是有2个平仓条件的。第一个方式就是这个 stop and reverse 啊，也就是在出现反向信号的时候平仓。第二种方式是，如果进场之后啊，下一根 K 线是盈利的，那么就马上平仓。原作者设计第2个出场条件啊，我估计他也是为了能够尽早的出场啊，因为毕竟他是没有明确的这种止损线的啊，他可能也是担心。这个反向信号如果出现的太晚的话啊，我们的止损啊，我们的账面亏损可能会变得比较大啊，所以就新增一个机制啊，来达到尽早盈利出场的目的啊。但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见仁见智啊，你要在不同的品种上去进行详细的测试，才能够确定啊，它添加了这个盈利时平仓的这个出场条件是否真的有效啊？最起码我在黄金上的测试来看啊，新增这个出场模式，它在绩效上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提升啊，并且从回撤的某些指标来看还有所下降啊，不过交易笔数提升了，这也算是它的一个优点吧。另外就是我们今天也会稍带一下，就是讲一下。在 MQL5 中数组是如何使用的？有这个其他语言啊，其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开发经验的观众啊，应该能够理解啊，就是数组它在我们实现某些功能的时候还是非常有用的。好，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编码。我先把上节课写的这个编一下啊，没毛病啊。那么就首先是补充一下这里的平空平多，也就是我们的平仓的操作啊，这需要写一个函数，你就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的平空和平多的一个函数啊，它有2个参数，第一个是我们的 magic number。就是我们的魔术号啊，它可以用来匹配当前持仓是否是当前EA 所要管辖的啊。然后就是我们的 position type 啊，表示你要关闭的订单类型，你要是平多啊还是平空啊，就是在这个参数里面进行界定。然后的话就是常规的啊，便利我们的持仓。然后第一个就是获取到我们的持仓的 ticket 啊，如果获取失败的话，我们就给它 return false， 然后再根据我们的 ticket 选中当前的持仓啊，如果选择失败的话，还是给它 return 一个 false。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常规的，就是获取当前持仓的这个 magic number 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获取持仓类型啊，然后进行一个判断啊。如果当前持仓和我们要关闭的这个持仓类型是不一致的，我们就直接让它 continue 啊，继续下一笔持仓的判断。如果都满足条件的话，我们就使用这个 trade 的 position close 啊，来把当前这笔持仓平仓，也就是关闭掉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判断，就是判断一下平仓之后的这个 result return code 啊，如果不等于这个 down 的话，可能就代表你的关闭持仓可能出现了某些问题啊。好，这就是我们的 close positions， 那我们就在这里进行一个调用。这里是平空操作啊，因为是多单的信号，我们就平空。空单的信号我们就平多。好，这就是属于第一种的这个出场机制啊，我们编一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大家看这里啊，是0 errors 0 warnings 啊，就代表我这个代码它是没有
啊，最起码它是在编译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完成这个第二种出场方式，也就是盈利时出场啊。我们还是需要写一个函数，我就写在这里吧。好，那我们详细看一下这里的代码。因为我们这里是使用MQL5提供的这个它自己封装的这个宿主啊，所以宿主对象来进行宿主的操作啊，所以我们这里首先第一个就需要引入 errorInt 这个库文件啊，只有引入这个库文件之后，我们才可以在这里使用这个errorInt 类啊，我们这里就是声明了一个int 类型的宿主啊，用来存储还没有关闭平仓成功的这些持仓啊。首先呢，就是使用这个 isNewBar 来针对于这里的 BaskTotal 啊 trade 这里的这个信号的时间周期啊，注意这里是信号的时间周期，因为这里面的逻辑啊，它只需用在每一根 K 线的开盘时进行判断，所以我们这里需要使用这个 trade time frame。如果你使用成为了这个1分钟的话，那么就会出错的啊，因为你1分钟每一次去判断一下的话，你可能逻辑上会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这里就是限定一下。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跟我们平仓啊，还有统计持仓都是很类似的操作啊。首先获取这个 ticket， 然后选中 ticket， 然后因为我这里就已经是写第二遍了啊，第二遍还是第3遍了啊。这里一遍，然后这里一遍，所以我这里就直接简写了一下，没有进行其他的更多严谨一点的逻辑判断。你们自己写的话，可以把这些什么 if 判断啊都给它补充上啊。我这里主要是说明一个逻辑，然后主要的逻辑在这里啊，就是判断一下当前这笔持仓，因为它是在每一根 K 线的开盘价进行判断嘛，然后它判断一下当前这笔持仓的利润是不是大于0啊？如果是大于0，也就是正收益的话，那么就满足我们这个盈利时平仓的一个目的啊，我们就会直接在这个时间点进行这个 position close 啊，直接把它平仓掉。然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判断，判断一下它平仓的结果啊，这个结果它有可能会因为，我们看一下这里啊。比如说这个 BTC 吧，大家看一下它这里的这个交易时段，可交易时段是凌晨的5分到23点59分。原始策略呢，它又是运行在这个日线上的，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啊，它会在日线的最开始的那一秒进行这个条件判断啊。判断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错误，就是如果满足条件它进行平仓的话，它在这个时间点，比如说凌晨的1分的时候，它是平不了的啊，它会给你报一个错误，就是market close 啊，所以我们这里需要把它进行一个存储啊，就是如果平仓失败的话，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平仓失败了，我们都把它失败的这个 ticket 放入这个 error 宿主中去，然后放入这个宿主中去，执行完这里的逻辑之后，我们在这里会进行一个判断。首先判断一下这个平仓失败的这个宿主，首先判断一下它 total 是否等于0，如果等于0的话，证明它是全部平仓成功了，那么我们直接就给它 return 出去这个方法就可以了。如果不等于0，也就是它走到下面来的话，就证明啊，它里面肯定至少有一笔持仓啊是平仓失败的，所以我们就进行一个循环，使用这个 at 方法来根据这里的 i， 也就是我们的下标来获取到这个宿主中的 ticket， 然后再次的进行平仓的操作啊。
如果这一次平仓成功了，也就是等于我们这个read code done 的话，那么我们就使用这个宿主里面的 delete 方法，把这个下标所对应的这个 ticket 我们给它删除掉啊，这样的话它就不会一直存在于我们宿主中去一直执行这里面没有必要的逻辑了啊。这就是在盈利时出场的一个逻辑，然后我们在这里给它补充一下，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全部逻辑就已经完成了，我们编译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好，那么为了方便我们演示的话，我这里是使用这种断点的方式来进行演示啊，不然的话还是不太好寻找这些交易信号的啊。我们这里直接就使用这个原作者他最初表达的这个意思啊，就使用这个日线来看啊，这样的话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啊。我们这里把这个是否启用盈利时平仓给它打开，然后调试。这应该是到断点了，下了一笔多单，因为我们这里是按照 TD 序列的默认值来进行进场的，也就是连续9根 K 线都比前面4根K 线这里是做多的话，那就是高的话，那么就是满足做多条件。我们这里进场之后，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出来了，它是在这里的开盘价进场的话，那么这笔 K 线它走完肯定是盈利的啊。那么盈利的，因为我们这里把这个盈利时是否启用平仓的话，我们这里是打开的啊，所以的话我们这里就不出意外的话，它应该是会这笔多单应该就在这平仓了。看这根 K 线进场之后收盘价，然后下一根 K 线会进行逻辑判断啊，判断前一根 K 线它是否处于一个持仓并且盈利的一个状态，是，那么我们就会在这里的开盘价进行一个平仓，平仓之后呢，它在这个位置应该又继续满足做多的逻辑了啊。大家不要看这里有持仓，但是这里没有啊。有时候它这个 MT5的回测它就会卡一下，所以这个地方跟这里的持仓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最后的回测结果是没有问题的啊。你看接下来的话就是连续的持续性的满足条件盈利，然后出场，满足条件盈利出场，满足条件盈利出场啊，就是一直这么连续的啊。然后我看一下能不能对，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这里的这个逻辑啊，之所以有这个数组存在，就是因为怕出现这种 market close 啊这种情况。你看它在这些时间段，它平台是不允许交易的啊，它根本就平不了，所以你必须把它的这个平仓结果进行一个存储啊，以达到这个能够在它可以交易的时间范围，让它正确的进行平仓啊，这是平仓成功了。好，这是我们这里的这个true的功能演示。我这里如果设定为 false 的话，那么它就代表它只会有一种出场模式啊，就是这个 stop and reverse 啊。我们也来演示一下啊，就是我这里的交易逻辑是不会出问题的啊。你看一下，这里是一笔多单，因为我们这里把这个盈利时出场设定为 false 的话，那么它就不会在这里进行出场了，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直拿到出现反向信号的时候，也就是这里的时候才会进行出场啊。我们看一下，
这里应该是 market close 了啊，看，所以我们需要多运行一下，一直直到它，走到这里是可交易时段啊，所以它就正确的进行了出场。好，其余的我就不演示了啊，具体的绩效情况啊，你们自己去写一下，然后回测一下。好，如果本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那么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